大家晚上好，有人看到我了吗？让我看看，美西还是提前来点赞，现在已经调整作息，早上7点起床了，争取能6点起床赶下半场直播啊，好吧。今天《逆行人生》北美上映了，看完感觉还是挺好看的，没有网上评价那么糟糕。不过白天送外卖，晚上在家里开发地图小程序那一段有点科幻了。哎呀，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国内主要还是戾气太重，其实你给他看任何东西，大家都觉得无法接受。AI 股又涨回来了，对呀，这个 GPT-1O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应该还是叫 O1吧，这种东西出来以后的话，还确实是对整个的 AI 都是有极大的提振的。欢迎成为新会员啊，让我来看看，我们有新会员，让我去给你加一个小帮手。OK，一个小问题，O1似乎更偏重于专项而不是参数量，这样的话对于算力需求，也就是英伟达的 Blackwell 的销售有无影响？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于 Blackwell 应该算是一个巨大利好，因为它的在前端做推理这一部分，需要更多的内存，需要更多的显存，需要更大的带宽，所以原来做的那一大堆这个专门为 Transformer 模型去设计的这种推理芯片，可能就未必好使了。不知道 Copilot 能不能用上 O1，这个我觉得想多了啊，O1那玩意儿没那么好使。来了，欢迎来了，记得点赞啊！这个大家都把赞点了。多特斯拉、英伟达啊，空中概股的帅哥来了，也行啊，这种应该亏不了太多钱。出去旅行2周没看老范直播了，明天开始补之前的视频哦。那前面可是有很多视频要补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O1，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 GPT O1发布，科技大爆发应该会到来。这呢，应该就是草莓模型终于发布了。今天我太太还问我说：“这个模型发布了，对于你们这些科技圈的人来说，算是意料之外呢，还是算意料之中呢？”这个事情直接把我问在那儿了，对吧？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赶快把草莓模型发出来，也就是 EO 这种东西赶快出来。但是呢，以 OpenAI 从今年年初开始公布 Sora 到现在，他吹的牛有点太多了，对吧？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们真正见到的能够用的产品啊。虽然 GPT-4O 也是能用，但是，就是完整的 GPT-4O 其实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彻底开放出来。而这个 O1呢，等于上来直接就开放了啊，就是今天早上凌晨3点突然上线，咵往那一挂，大家愿意用就都可以去用了啊，我自己也去用去了。那么它呢也换了一个名字，叫 GPT-O1啊，所以呢这就不是 GPT-5。未来呢可能会走2条路，就是一个是继续走这种直接进行语言生成的，而 O1这一条路呢走的是说我们要去进行深度思考，要去反思，对吧？一个问题要深思熟虑以后才去回答啊，所以它有可能2个路要分开走，而且这2个模型可能会相互配合着使用。现在的 OpenAI 呢，就跟 O 干上去了啊，这是 OpenAI 以 O 开头嘛，它后边的一代产品基本上都是 O。GPT-4O 这个 O 呢应该叫 Omni 还叫什么 OMNI 啊，意思是全能。然后下一代大模型，也就是大家等待的 GPT-5呢，它的模型的名字叫 Orin 啊，叫猎户座。而现在的 GPT-O1呢，意思是从零开始计数啊，从头开始。
啊，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模型？它深思熟虑啊，具体里边是怎么做的？其实啊，这个都是大家在猜，或者有一些很简短的文章。因为现在它也不开放，也不开源啊，OpenAI 变成 Closed AI 了，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内部如何实现的啊，因为大家只能猜。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啊，Plus 用户，像我就是 Plus 用户啊，一个月$20的。现在呢，可以用到2个版本，一个叫 O1 Preview 啊，就是这种预览版，应该呢也是在正式的 O1 版本上裁剪出来的一个版本。然后另外一个叫 O1 Mini 啊，O1 Mini 是要比 O1 Preview 还要再小一些的版本，但是呢，这个额度非常少，少到什么程度？这个 O1 Preview 一周30次啊，我今天大概已经用了有10来次了，后边几天我要省着点用了。啊，这个 O1 Mini 呢是一周50次，啊，这个真的是我们没见过这么抠搜的模型啊！以前的都是3个小时多少次，或者一天多少次，甚至呢有1个小时多少次的，而现在这个 O1 都是一周多少次啊？一周几十次，所以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有人再去传说准备上$200一个月的 Pro 版本啊，这个呢属于传言啊。我呢今天还去问了 GPT-4o 啊，被辟谣了，说我们不准备干这个事儿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是$20一个月的这种 Plus 版本，我就让你用啊，只是数量少一些。未来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数量提升上去的。这个 O1 的测试数据非常亮眼啊，数学能力极强，在2024年美国数学邀请赛上，能够达到全美前500名优秀学生的这个水平，这是非常非常吓人了啊！但是他这个数学邀请赛呢，应该是中学生啊，但是呢，文中并没有说明到底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就是他这个分10年级版和12年级版啊，如果是12年级版就是高中生啊，如果10年级版就是初中生，都是有这个同样的比赛的。但是呢，能够达到前500名的北美学生参赛水平的话，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物理、生物、化学方面啊，可以直接达到博士生的水平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一个能力。编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里头，超过半数的参赛选手啊，如果是打开常考，就是你让他慢慢的想，让他多试几次的话，是完完全全可以得到金牌水平的。在 CodeForces 啊平台做竞争性编程比赛上，已经超越了93%的程序员，已经算是一个比较资深程序员了。我自己呢也在里边做了一些编程的测试，确实非常的猛啊！我去向他提出一个很详细的要求，我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希望使用哪些技术啊，希望效率怎么提升，然后在界面上怎么去设计啊，这个当然这个提示词写的比较长啊，然后写完了以后，啪一回车，然后这个首先是漫长的等待啊，不是说啪一回车就出来了，这东西挺慢的啊。你等一会儿以后啊，然后告诉你说啊，你应该在哪个地方啊，怎么去装环境，怎么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然后哪个里头有哪个文件啊，这个文件里写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啰里吧嗦写了巨长的一段啊，这个我发现这个 O1这个玩意儿是非常非常话痨的一个大模型啊，如果你不是像我这样。啊，用 Plus 版本去直接调用，而是说，我要用 API 去调的话，啊，那你就上了当了啊！这个他们会啰里吧嗦说半天的，而且它那个 token 的费用奇贵无比。那么为什么讲这就是科技大爆发即将到来呢？O1呢，其实并不是给普通人用的啊，普通人去玩 GPT-4o 就已经足够了。O1这种东西其实是给科学家、工程师、程序员用的工具，啊，现在呢，限制科技发展到底是什么，对吧？其实数学是限制科技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数学越往后发展，其实越反人性，必须筛选出极少数的数学天才，才能够继续往前面去前进。而且人类呢，为了达到这个当前科技的高度，必须进行非常长时间的学习。你想，你一个小孩从出生一直上到博士，然后可能研究研究才能研究点东西出来，
对吧？那么这个时间得20几年，甚至是30年，你才有可能能够学完，啊，这个学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筛选也很严格，因为学习成本很高嘛，必须要选出最能够去学习的这些人去学嘛。但是呢，筛选的过程又未必的科学合理，对吧？我们不一定说把这个筛下去的人，他就比这个进去读博士这个人就差，对吧？也许你换一个人上来，这个科技就发展了呢。但是这件事儿我们不知道，没有任何可以试错的机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也会扼杀的创新力啊，因为我们不断的学习，实际上就在学习前人的方法，就会造成路径依赖，所以这个其实是导致现在科技很难再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阅读大量的信息文献，才能够去做研发。为什么？你如果不读的话，你只能重复造轮子啊。这个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啊？没有查重，那你折腾半天，做完了以后发现，哎，20年前有人做过了，对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人的大脑呢，不是说我读了大量的信息和文献就可以去做新的创新的啊，而是什么呢？我们的大脑是像这个掰棒子的狗熊似的啊，就是你把新的东西进来以后，就把旧的知识可能忘掉了啊，然后你要想始终得到一个最新的知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做研究的话，这个还是非常难的。但是呢，现在有了 O1的帮助，这些问题其中一部分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不再需要进行严格的这种筛选，不再需要进行漫长的学习，然后更多的人可以进来去进行科学创造了，对吧？这个其实才是说整个的科技大爆发啊，这是可以带来不同的变化的。很多科技前沿的关卡其实已经开始松动了。学习筛选的过程呢，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以适应 O1之后的科技研究。我个人用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啊？首先说，这个个人使用 O1的体验并不好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很慢啊，这刚才我讲了一个回车下去，你要在那儿且等了啊，而且呢很贵啊，就是它如果使用 token，就是我们用 API 直接调用 O1的话，那个成本要比我们使用 GPT 的各种模型都要贵很大的一个比例啊，而且给的配额还非常少。你想一个礼拜才给了你30次、50次啊，这个事儿实在是，让你不太敢打那个回车。编程问题啊，我去试了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说你给我写一段程序，他思考了多长时间呢？2分钟啊，就是啪你打完回车以后，然后你在那等啊2分钟，他没理你。然后整个做完了以后，他告诉你说，我们整个用了2分钟才给你输出了这个结果。这个每周30、50次的话，这个确实是有点费劲啊。那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 O1 Preview 啊，它的价格呢是 GPT-4o 的3到4倍，输入100万 token 是$15，输出100万 token 要$60，这个是非常重的一个价格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去写编程那个题的时候，刚才我说他写的特别话痨嘛，这个说了多少呢？直接输出了8000多个 token 啊，按照100万 token $60算的话，我等于那一次回车下去，我就已经花了大概$0.5就出去了，所以这玩意儿是非常贵的啊。这个 O1 mini 要稍微便宜一点点，100万的输入是$3，输出是$12。这个但是 mini 的话，可能有一些效果就会稍微差一点。那比较一下啊，这个4O 100万的输入是$5，输出是$15，这个已经是现在大家可以用到的比较好的模型了。而4O mini 就是4O 蒸馏出来这个小的版本，100万的输入才$0.15，100万输出是$0.6，所以我现在大量的这种模型工作都是使用的4O mini。而且呢，现在 API 的调用呢还非常的不完善，怎么个不完善法？第一个不允许加系统信息，就是你正常跟人聊天的时候都是你说的话叫用户信息，他回复的话呢叫助理信息啊，就是角色，一个叫 user，一个叫 assistant。然后正常我们去跟 OpenAI 聊天的时候，还有一个信息叫系统信息，就是说我们先设定啊你是谁，张三李四，你擅长什么事儿啊，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叫系统信息。现在呢，这个 O1呢是不支持系统信息的
然后也不支持函数调用，还不支持流式输出。流式输出是什么？就是我们在 GPT 上跟人聊天的时候啊，这个 GPT 都是一行一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这么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它出的慢嘛？你如果不是随想出来点什么随出的话，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就会等很长时间。而这个 O1 压根就不支持这个功能，就是你只能是打完回车升等，然后等到它彻底算完了以后，啪一把吐出来。那么 Plus 用户呢，直接就可以用啊，也不是很顺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它不能访问网页，现在只能是用它已经训练好的数据去给你回答，而且也没有搜索的接口。思考的过程，建议大家不要打开啊，因为你在这个Plus 版本里头说你现在啊这个 O1给我去回答一个问题，你打完回车以后呢，他告诉你说我现在在想啊，我在思考啊，我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它在不停的在变化。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点它的话，它可以展开一个思考过程。我点开过啊，就是我问了一个问题以后，发现它思考的有中文的，有英文的，还有阿拉伯语的。然后呢，讲的东西基本上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在那儿胡说八道啊。但是最后输出的效果并不差啊，只是中间思考的过程，我估计是什么呢？就是随便给你写一点信息，然后让你不要太着急啊。所以这个中间思考过程大家就别点开看了。O1这一次的发布呢，其实是非常匆忙的，啊，为什么呢？第一个是钱真的不多了，要尽快完成融资，否则的话，以 OpenAI 那个尿性，肯定还是说，我们再放个气球出来，放一个视频出来，然后，让大家慢慢等啊，而不是说直接咔就把东西扔出来了。现在马上要融钱啊！现在据说他们准备融资60多亿美金啊，然后再贷款50亿美金。那么这些钱加一块儿，大概也就够他烧个在半年或者8、9个月这种水平，啊，再往后可能还得再去找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新的模型发布，对于他找钱来说是比较有好处的。而且 O1的很多体验啊并不好，很多 GPT 上实现的功能其实都没有上线，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不能接网页啊，不能接搜索，不能去做这个流式输出，而且呢还没有任何的多模态，比如你要给他一张图，他认不出来，想让他去做题吧，你必须要先用 GPT-4o 把这个图识别好了，然后再把这个识别出来那个题扔给他，然后再让他去做，对吧？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呢，O1其实并不太适合广大民众，因为广大民众真正需要的可能是它那个 Orin 那个猎户座大模型啊，但是现在那个还没出来，到底什么时候出来不确定。而且呢，OpenAI 最近也不断的有员工在离职创业，这对于吹了太多牛啊拿不出产品的 OpenAI 来说，会造成非常多的困扰。啊，即使有这么多问题，OA 啊，这个 GPT O1不是那么完善，但是呢，GPT O1依然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啊。O1应该怎么用？大家知道最早的程序员是怎么干活的吗？这个最早的程序员啊，应该这样，就是这个首先在纸上写代码啊，那个时候这个机器是非常紧张的，不是那么说我随时去随时就有啊，个人电脑是很靠后才有的。所以呢，早期程序员都是在纸上写好代码，写完代码以后啊，拿这个打孔卡或者是打孔纸带去编程，在这个袋子上打眼儿，啊，打完眼儿以后呢，这个约时间啊，说我这个什么什么时间是要去上机啊，你要去约，约好了以后啊，到机房把这个纸带也好，或者是这个叫做打孔卡也好，装到这个机上，咔咔给你输进去，然后呢，漫长的等待，再回收结果，回收完了以后，如果发现有错误或者不满意的地方，回去接着改程序去啊，然后再约下一次去上机。就是最早的程序员是这么干活的。为什么这么干呢？就是因为资源太少。O1的使用呢，其实可以参考刚才我们讲这个过程。应该怎么用？就是资源依然很少啊。O1第一个，你在 GPT Plus 的版本上啊，每礼拜只能使个几十次，所以一定要珍惜。第二个就是很昂贵，如果你说我不希望被它限制，我要到这个 API 上直接调用，那么这个呢确实是可以突破限制，你愿意使多少使多少，但是特别贵。另外一个就是反馈很慢啊，你不可能得到实时结果。那么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第一个，先用 GPT-4o 或者是4o mini 这样的模型啊，先去干嘛？整理提示词。
我先要说我要干什么什么，请把提示词给我写好，然后它会给你省一个非常复杂提示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改，改完了以后，然后再让 GPT-4o 去给你调整修改，然后整个得到了一个这个完整的提示词，要把该问的事情都问好然后做完了以后满意了，检查过了，一把塞给 O1说行，这就是我要干的事儿，你去干去吧。然后进行漫长的等待可能等个几分钟然后接收完整的结果，因为它不能像 GPT-4似的不能像4O 似的就是说我随时聊错了以后我再纠正你，然后我再告诉你哪儿错了，再给我改一改，它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交互次数实在太少而且很贵，对吧？那么这是4O 的一个这是 GPT-O1 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如果你说我现在想用 O1 去解决一些问题了，建议你们像我这么干就是先用 GPT-4o 去整理提示词，整理完了以后一把扔进去这个可以比较珍惜的或者可以把这些珍惜的使用机会应用到最大价值。再往后，可能很多 AI 创业的厂商又该有噩梦了现在 AI Agent 的创业公司噩梦又轮到脑袋顶上了，因为每一次 OpenAI 发布产品都会有创业公司突然死亡。AI Agent 干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工规划、设计流程，将复杂的任务分摊到多个大模型，最终获得一个可用的结果，这是他们干的活。而 GPT-O1 呢，基本上是把上面的活他都替你干完了，就是你给他一个复杂任务以后，他替你分拆了，分拆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去思考，思考完了再反思，去校验结果，然后在结果里挑一个最好的，对吧？再把这个过程最后得到一个结论扔出来给你。我们自己去设计的这些工作流，可能还没有 O1 内部设计的工作流合理呢，对吧？它这个可能又高效又合理，所以大部分当时做的 AI Agent 应该现在都没有什么用了。那么 O1 算不算是一个端到端的系统呢？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响应速度和想一想的过程吧，说端到端稍微有一点点亏心那么现在 GPT-O1 还不适合融入 AI Agent，因为它实在是太慢了，对吧？那么以前的 AI Agent 就需要重新做、重新规划。怎么规划呢？原来的 AI Agent 是很多小模型通过一个流程处理一个明确的需求，然后再拼凑出结果来。那么现在就应该换了就是还是用一堆 AI 小模型，在人工参与下输出完整高质量的提示词，这个应该是 AI Agent 还可以干的事儿。然后呢，再把这个提示词扔给 GPT-O1，得到了结果之后再干嘛呢？再用那些小模型或者执行代码再去把 GPT-O1 的结果去分解说到底要去做哪些操作，哪些的代码要去修改，哪个地方要去建文件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要自己再去处理掉因为这个 O1 所有后边的一部分都没有它只是负责你把要求输进去，然后他把结果扔出来就干这件事儿。那么 GPT-O1 带来的进步呢，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毁灭或者一些伤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发明枪会有伤害，我们发明这种叫做导弹发明炸弹，发明所有东西都是有可能有伤害的，包括计算机也是对社会有伤害的。O1 这样的东西，它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第一个，原来我们一直思考的什么叫有钱人不作恶理论，这个事儿呢就被打破了。很多人说不对都讲万恶的资本，怎么有钱人就不作恶了呢？这个事情呢，大家想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有钱人跟一个穷人过独木桥每次只能过一个人这时候该怎么办？通常呢，有钱人会向后退，让这个穷人先过去。为什么呢？你有钱人身娇肉贵的，对吧？你如果真的掉下去了，或者出点什么事儿，这所有的东西就都没法享受了，对吧？但是穷人的话，一条烂命，其他啥也没有，他输得起，那有钱人输不起。所以呢，以此为基础很多西方认为说，你只要是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就不会去做一些特别过分的事情，你会维护社会的规则继续运转下去。这个也是很多西方人认为大模型不作恶的一个原因因为大模型训练实在太贵了有钱人是不会
花了这么多钱去训练一个大模型，然后跑去干一些坏事了对于他们来说没意思。我记得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当时是买什么瑞士军刀那个东西一个刀好几百上千，然后我就问那个卖瑞士军刀的人，我说这玩意儿这么老长，算管制刀具吗？后来人家那个店长也跟我乐说那个您见过买上千的刀出去挡人的吗？对吧？买上千的刀的人都是搁家里摆着的这个有钱人是不干坏事的，对吧？但是呢，这个 GPT-O1 出来以后，这个就会打破了。为什么呢？失控了现在不需要那么有钱，也不需要那么天才，每个人都有机会推动科技的进步了。那么藏在深山或者地下室里边的科技怪人，可能就会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民科我们管它叫民间科学家这些人，以前呢这些人只能骗子只能骗东西，他是做不出真正的玩意儿来的。但是现在有了 GPT-O1 这种玩意儿以后这些科学怪人和民科就有可能做出奇奇怪怪的东西来那么社会就会从一个稳定的金字塔状态变成了散乱的一团沙丘原来你必须要汇集起整个社会的动力来供养金字塔尖上的一点点人成为大的科学家，汇聚资源你才可以去做科研现在不用了，我们拿着这个 O1 这样的工具每个人说我想设计一什么东西就跟这个咱们看这个美剧有一个美剧叫 Young Sheldon 就是想那个 Sheldon 小的时候的，对吧？人家小孩坐在家里捅吧捅吧想去做核反应堆，对吧？这个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而且呢 GPT-O1 其实依然会产生幻觉，它也经常会说错这个不是说他经过反思，经过很认真的思考以后，他说的就不错了。而且呢 GPT-O1 的幻觉，它的危害要比 GPT 传统的这种幻觉要大得多咱们先讲一个著名的哈雷彗星笑话吧，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幻觉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故事呢是在1910年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年份的说法，反正就是哈雷彗星来的那年吧故事的重点呢是信息传递的一个偏差，说某部队一次命令传递过程如下：少校对值班军官说，明天晚上8点左右哈雷彗星将可能在这个地区看到，这种彗星每隔76年才看见一次，命令所有士兵找野战俘在操场上集合，我将向他们解释这一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的话，就去礼堂集合，我为他们放一部有关哈雷电影有关哈雷彗星的影片讲了这样。然后值班军官就对上尉说，根据少校的命令，明晚8点76年出现一次的哈雷彗星将在操场上空出现，如果下雨的话，就让士兵穿着野战服列队前往礼堂，这一罕见的现象将在那里出现。上尉对了中尉就说，根据少校的命令，明晚8点非凡的哈雷彗星将身着野战服在礼堂中出现，如果操场上下雨，少将将下达另一个命令，这种命令每隔76年才出现一次。中尉对上士说，明晚8点上校将带领哈雷彗星在礼堂中出现，这是每隔76年才有的事情，如果下雨的话，少校命令哈雷彗星身着野战服在操场上去上士就对士兵说，在明晚8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76岁的哈雷少将在少校的陪同下，身着野战服，开着他的彗星轿车出现在操场前往礼堂的路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幻觉产生的过程。当搜集更多的信息，而且在这个里边进行反复的推理、反复的传递的时候，那么产生幻觉的过程就会几何级数上升。虽然 GPT-O1 在推理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手段来规避幻觉，就是它输出一些内容以后，它自己会检查、会反思，但是你毕竟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步骤，对吧？人家也是想了好几分钟才想出来的综合算起来，它产生的幻觉的几率还是在上升的。而且呢 GPT-O1 也没有那么靠谱这个我用最传统的这个
老虎过河的问题去问了 GPT-O1，依然是错误啊。老虎过河就是3只母老虎带着3只小老虎从这个河的一岸要到另外一条岸去，然后呢，3个母老虎会划船，3个小老虎里头有1只会划船。然后任何一个小老虎在没有母亲的陪同下，遇到其他的母老虎就直接被吃掉了。所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所有的老虎都过去啊？这个每条船上应该是可以走2个老虎啊，然后呢，这个船上每一次至少要有1个会划船的老虎，而且呢，船必须是有人有老虎划啊，不能自己从南岸到北岸或者从北岸到南岸，就是这样的一个题啊，去问这个GPT-O1，因为这个题呢，我每一次就是 GPT 出什么新版本的模型了，我都会问啊，包括 GPT、Gemini、Cloud 都去问了一遍啊。这个 GPT-O1本来我是对它抱以巨大的这种期望的，对吧？你一个反思推理这样的一个模型，做这种题还不是手到擒来的吗？结果依然是错的啊，在这一件事情上，它并没有比 GPT-4O 强到哪儿去啊，还是到了第3步就直接出生错误。然后呢，我就纠正它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第一次告诉我说我这样做，然后我说你哪有错啊？这个当你做成这样的安排以后，哪个小老虎就被吃掉了啊？他说啊，对不起，我搞错了啊。然后他又想了几分钟，告诉我说，哎，我换了一个思路，你再看看。然后呢，我告诉他，你这到同样的一步上啊，你犯了同样的错误，是另外一只小老虎被吃掉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特别逗，然后这个 GPT-O1 就告诉我说，我发现了你这题有问题啊，这个题是无解的啊，你应该调整一下这个题啊，让这个每条船上可以多坐几个老虎啊，或者是这个给这个条件放的稍微宽松一些，否则这个题做不出来。那最后呢，我是把正确答案告诉 GPT-O1 了，然后 GPT-O1 呢，把这个答案验证了一下以后，说啊，你说的是对的啊，这个第一步应该怎么办，第2步怎么办，然后我整个都帮你验算了一下啊，都是没毛病的。这个GPT-O1 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呢，像 GPT-O1 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它可能危害更大呢？就是所有要求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的自动驾驶，其实是最不安全的。对吧？你说我如果就要自己开车，那么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安全的，或者说我们符合一个驾驶安全的一个平均数吧。啊，那你说我这已经彻底安全了，不需要方向盘了，车上压根儿没方向盘，那这个事儿也没问题。但是你说，哎，我现在有一部分自动驾驶了，你还要把手扶在这个方向盘上，你还不能睡觉，那么这个其实是安全隐患最大的啊。而现在的 GPT-O1 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它呢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呢，具体哪一部分它解决不了，它自己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如果信任它，啊，那就经常它会把一些错误埋在整个的研究里边去，而且是很难被找到的啊，这会帮助大家去堆积史山啊，这是 GPT-O1 绝对会干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它前面输出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它就可以累积人类对它的信任。那么后边它在输出错误结果的时候，被人类忽视，直接漏掉，直接放到研究报告里边，这个几率就会上升啊，所以这个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那么总结一下，GPT-O1 在今天早上凌晨发布了啊，凌晨3点，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呢，依然是划时代的产品。之所以说划时代呢，算是指明方向了啊。OpenAI 老大的位置保住了，因为原来大家做到 GPT-4O，做到 Gemini 1.5，做到 Cloud 3.5的时候，大家觉得没有前进方向了，我们把能干的活都干完了，啊，现在 O1 出来说，来，大家向这个方向卷，啊，当这个方向一指清楚了以后，谷歌、Anthropic，包括国内的各个厂商就要开始去追赶了。对吧？而且这一次 OpenAI 不一样，不是说上了一个放个视频就完事儿了，而是真的让大家用上了哈，对吧？那么国内肯定会冲的，啊，最后呢就是英伟达应该会冲啊，因为一旦是有这种新模型出来以后，所有的大模型厂商就会集中起来更多的显卡进行训练，这个没什么好办的，啊，另外呢就是GPT-O1 这样的模型进行推理的话。应该也是需要更多的显卡，而且可能只能上英伟达的，就是专门为 Transformer 优化过那种什么 LPU 什么这种东西，估计会有些捉襟见肘了啊。这个英伟达一定会冲。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大家可以继续相信 AIGC 就是现在唯一的
出路啊，大家可以继续在这条路上狂奔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GPT-4O 发布，人类科技大爆发要到来了。好，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什么问题。O1我用了一次就变灰了，不应该啊！你是不是免费？免费是不是？我不知道免费能不能用啊？免费有可能能用一次吧。而且答案跟 GPT-4一样，这个答案呢其实很难比较。GPT-O1 呢有一点特别强啊，就是它的答案的一致性很强。就是你用 GPT-4去问各种问题的时候，GPT-4O 问的各种问题的时候，每次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提示词写的非常完整，GPT-O1 给出来的答案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这个是非常强的，因为只有答案一致了，你才有优化提示词的这个余地。如果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的话，那这个提示词就没什么可优化的了。直接买 FNGU 啊，这个打包7姐妹，然后3倍做多基金啊，这个加杠杆还是要小心。跑步回来啊，大家周末好啊，周末好。冠炳你也好啊，大家早中晚好，你好你好，这个大家周末好，来都来了，不点个赞吗？啊，对，这个 O1包含以前4O 的内容嘛，开放后能给 AI 应用场景增加1倍嘛，和给 AI 开发带来春天嘛，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就是第一，4O 的大部分功能在 O1里都没有啊，什么端到端的语音啊，图像识别呀，包括什么函数调用啊，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啊，它就是只能做推理。然后呢，至于说 AI 应用场景呢，其实不会拓宽啊，因为这个东西主要就是给程序员，给这些数学家、给这些科学家用的啊，普通人其实用不上这玩意儿。至于 AI 应用的话，首先先经历一次冬天啊，然后再是春天。点赞点赞，塔主和云叔兄好啊！这个提前祝中秋快乐。对，中秋节好像是礼拜2还是礼拜1呀？终于赶上直播了，边遛狗边听，挺好。你们家狗听着感觉怎么样？大家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什么时候 GPT 可以让人不上学就可以做科学家，就可以和英文母语一样的科学家一样水平？这个其实你要这么想，它不是说你不上学就做科学家，而是说一个完全没有上过学，一个完全不受束缚的大脑，你有可能提出一些问题之后，这个 GPT-O1就给你一套行之有效的，或者说直接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事儿是可能性比较大的。等2分钟，是不是囤积虚席？那玩意儿真算不出来。来了，和儿子一起听，哇，这个很厉害。楼上在占大街便宜啊，对，这个应该是我儿子就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听，抱歉抱歉，让大家误解了啊，没关系。幸福者退让，民科是不行的，民科不会认错的。其实没关系的，民科只是在人前不会认错，他如果关起门来在O1面前，他有可能也会认的。有钱人要是贿赂看桥员，把穷人赶下桥呢？哎，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这种假设，就是这俩人站在桥上，怎么办啊？通常是有钱人会退让，当然有钱人更多的是他尽量不要跟穷人一起站在独木桥上啊，这是他们最多努力做的事情。舒拔博士要出山了吗？这是谁啊？理论物理还是要实验来配合的。我觉得，哪拉这些民间弗兰肯斯坦可以有理论突破啊，他们还是买不起实验设备的。当然，有人投，
就当我没说啊。这个事儿呢不一定，就是他不一定说非要去做弗兰肯斯坦，对吧？而且现在其实你到淘宝上啥买不着啊，就是大量的东西你都能买得着，对吧？你先没把死人做出来，你可以先做个死老鼠嘛。最终的信息是哈雷彗星和这个哈雷先生和彗星小姐在菜市场上野战啊，好吧，这个我们还是讲稍微文明一点儿的故事吧。老范的故事讲的确实好，感谢。API 可以调回复的可以调回复的随机性。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数调低、调高，但是呢，你如果调低了以后，这个怎么说呢？它创造力会下降啊。但是呢，依然不能保证说它这个回复是完全可控的。老范的故事讲的比之前好太多了啊，这个感谢啊。AI 能让国家取消延迟退休吗？这就别想了。今天算了一下，我是62岁退休，还要再交10年的社保啊，就是今年52，后边还要再努力的做10年。O1价格会下降到 mini 的水平吗？谷歌等会儿跟进 O1这种功能吗？第一个谷歌肯定会跟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但是 O1的价格到底是怎么降低呢？我们要去看。现在整个的 GPT 还是在尽量努力的给大家降价。可以领退休金了吗？不可以啊，这个还有10年。明天还要上班，是的，明天是个工作日。大西洋里来的人，大反派舒巴博士啊，靠一己之力，现在靠 O1挑战整个科学界，以后可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挑战，对吧？为什么说失控了就变成沙丘了呢？每一粒沙子自己都可以举着 O1去干点什么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O1的编程到什么水平了啊？非常非常强。这个我前两天试这个 Coser 就感觉已经很强大了但是试了 O1以后发现要更加有趣一些这个做一些更复杂的程序都可以做得很好。科技爆发距离传导到社会也还是有时间的。今天标普500涨了20%多，但如果把标普中的 AI 巨头股去除，标普只涨了3%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社会的增长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桎梏。你比如说，川普如果上台了，让马斯克去做这种什么效率提升部的部长他有可能像米莱那样，直接把整个美国的公务员裁撤掉70%-80%然后把所有能够计算机化的东西全都给你计算机化了，对吧？他就有可能向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可能一把就快了这也是一种提速方式。但是科技这种东西的发展呢，其实更多的是带动怎么说呢？就是资本会带着他们狂奔的。以后富人买1000个机器人，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穷人来说，不要思考富人怎么生活以后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呢？富人想办法把1000个机器人卖给穷人，然后富人会找一个真人来伺候他，这才是未来可能性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一定是人变得更贵。明天请年假1天这个挺好的呀。移民的话，社保是不是就白交了？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也见过一些移民走了的人继续在领这个退休金，对吧？因为你已经交齐了社保，然后你退休了以后，这个跟你是不是移民关系没有那么大。至少有很多人移民完了他是不销户的以后富人买100个机器人保镖，以后富人跟穷人压根就不在一个城市里住着。O1是加了 COT 的4O，官方隐藏了自动 COT 的过程，这个直接给移步了这个什么One Shot 4O 比评分算是打了个小小的擦边。这个不好说，现在呢，因为他也没有具体告诉你他是怎么做的。凑个小长假这个还是在讲休假的事情，非常非常强。
好，让我们喝口水，准备讲下一个故事。我看看移民入籍，只要你不让墙内知道就行啊，该领还领。是的，嗯，好，我们今天还有第二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呢，讲一下员工起诉宗馥莉的事儿。娃哈哈的闹剧呢还在继续啊，一堆公司可能都会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暴雷。宗馥莉接班之路还要走啊，从前面他突然辞职，到被家族长辈指责啊，说宗馥莉你太着急了啊，不要着急挣钱，你就是给国家去看门的啊，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政府呢也出来抹了一把稀泥，说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对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宗馥莉重掌大权啊，成为这个娃哈哈的掌门人，然后也干掉了一批的族老，换上了自己人啊，这是前面的事情。当时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呢，很多人都在解读说啊，这个娃哈哈这事儿过完了啊，大家等着继续去喝他们家的这个纯净水就完事儿了，对吧？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事情远没有结束。现在大概有700多个员工组织了维权委员会，起诉宗馥莉，然后也有几十个员工呢是以个人身份起诉了宗馥莉，然后据说呢是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些案件，有很多案件你起诉完了，法院是不受理的啊，现在已经受理了，然后进入标准的这种诉讼程序了。当然了，这个员工持股平台和娃哈哈的工会呢也出来辟谣，说这事儿没有啊，这个我们做的所有操作都是合法合规的啊，他们举报的所有事情都是造谣啊，这个中国特色嘛，也出来讲了一下这个事儿。那么这里头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到底谁代表谁的问题，对吧？以前呢，只要是员工持股平台或者是工会呢，愿意给这些员工发钱，这些员工呢其实并不太在意谁代表他，对吧？你只要发钱，然后让我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就行了。现在不给发钱了啊，那么谁让我经济受到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想代表我就没门了啊！这个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诉讼呢？大概有3个原因引起了这一次诉讼。第一个叫强制股权回收，因为它有员工持股平台嘛，每一个人啊，或者说达到一定条件以后的人是持有娃哈哈一部分的股份的，而这些股份呢，每年都会分红啊，原来是一股一年分8毛钱啊，大概按照这样的一个数字分回来。至于说娃哈哈到底挣了多少钱啊，到底留了多少利润，怎么去做啊，反正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嘛，也没有财报，也不需要经过审计，所以呢，他就每年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啊，一股8毛钱给分。啊，那么如果混的年头长的员工呢，手里股票就比较多，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实是这个分红啊，而不是他们的工资收入，啊，这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然后呢，在宗庆后死之前，突然就说，哎，咱们别这么干了啊，你们把手里这个股票都卖给我们啊，然后呢，就不要有员工持股平台了，我们就把它都回收了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员工持股平台和工会呢就同意了。对吧？那么按照多少钱去分这笔钱呢？啊，就是按照多少钱去回购这些股份呢？首先呢，先把以前没分配完的这些干股啊，给你分配掉，啊，就是以前没分配完的利润给它分配掉啊，这是2块钱，就是一股2块，原来是一股8毛嘛，现在一股2块。然后呢，再按照一股1块钱的价格，再把这个股票再买回来，等于就是原来拥有娃哈哈股票的人啊，现在就是一股能够拿到3块钱，然后你就不再是娃哈哈的股东了。但是这个里头，你说以前剩余的利润到底是不是2块钱啊？这个事儿呢，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清楚。这1块钱的对价到底合不合理？实际上也是拍脑袋来的。你按道理说，如果经过审计，如果经过会计的核算的话，你怎么着的应该是个有零有整的数啊，对吧？这边2块，那边1块的话，这明显是拍脑袋来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代表大会和持股平台呢，我同意了啊，反正我已经代表大家同意了。整个的流程呢也是极其敷衍的，根本呢就没有经过审核和审计啊，都没干啊，就把这事儿干完了。那么这个
职工代表大会这个制度呢，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全过程民主中的一项吧。那么在回收了这些股份之后呢，他们也不是说这个钱就不分了啊，还是要分的。按照干股分红，就是原来大家拿着股份啊，我来分。现在呢，大家都没有股份了啊，我按干股分。那怎么分呢？就不是说原来谁的股份多分得多啊，而是现在谁干得好分得多，变成了一种绩效的分配方式。啊，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了，就是以前有很多老员工，对吧？我已经有这么多股份了，我不需要努力了，啊，我干多干少我都可以过得很好，因为我的股票分红已经比我的工资高了，对吧？那么新的员工呢，就觉得很不公平。你说我累死累活的，我比他干的还好，结果我挣的这么少，对吧？他就觉得很没意思。所以呢，这个宗庆后当时活着的时候就干这个事儿，说我们要把它改掉。这个呢，其实就有点像什么，就是从 POS 改 POW 啊，这个 POW 就是叫做工作量凭证啊，POS 是你拥有的股票的这个凭证，对吧？这个就跟咱们这个以太坊挖矿似的，对吧？就是原来是你拥有多少以太坊啊，我就给你多少配售的这个新的以太坊，我给你改成说大家拿着显卡去挖矿啊，换成这样的方式了。现在呢，大家不乐意了啊。宗庆后活着的时候呢，还能压得住啊。现在宗庆后没了，对吧？宗馥莉上来了啊，说我们要翻一下旧账，这个事儿不行了啊。这是起诉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转劳动合同啊。原来很多的员工是娃哈哈集团的员工啊，现在我们要给你转啊，转到这个叫宏盛饮料这个公司去啊。转过去呢，这个连干股分红都没有了啊，大家就不乐意了，说你凭什么给我转那头去呀？啊，这个事儿我们不开心啊。第三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下边的子公司呢，叫做萧山顺发啊。这个子公司实际上是娃哈哈的投资的平台啊，然后也是娃哈哈一些食品包装的一些平台。那么这个公司原来呢，这个员工持股平台里头也占个可能20%-30%的股份，然后最近呢，这些股份呢被转让给了宗馥莉，按什么样的价格呢？零对价，就是1分钱没拿着。对吧？这个股票呢就直接归了宗馥莉了。那么这个员工呢就不乐意了啊，说这个员工持股平台的这个股份凭什么零对价就转给你了呀？这事儿肯定有问题啊！啊，虽然员工持股平台和工会说我们同意了啊，我已经代表你同意过了啊，你们极个别人啊有什么意见你们提不来啊，这个事儿，但是现在这3件事儿把宗馥莉给告了。那么娃哈哈呢，其实本身就是一屁股烂账啊，这个早年应该是在96年还是90几年啊，法国著名的乳品企业叫达能，当时呢他就跑来跟娃哈哈谈合作，说你娃哈哈这个品牌啊挺好的啊，我们呢跟你去合作，我出49，你出51啊，咱们成立一合资公司，咱们一起用娃哈哈这品牌啊，在中国推各种各样的饮料啊、牛奶啊、酸奶啊各种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当时的宗庆后觉得挺好的呀，有外商看上我了，我们干呗，然后就开始干起来了。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宗庆后就老觉得说，这挣了钱还得要接受这个法国人的审计，对吧？这个很不爽。他怎么办呢？他就整了一个幺蛾子，就是让这个员工组织起来，说，哎，你们都是员工啊，你们组织在一块儿，然后啊，咱们成立一些新的公司，这个新的公司跟这个合资公司没关系啊，咱们在那边挣钱，挣了钱以后咱自己分。这个员工呢就同意了啊，或者一堆的员工就同意了，就干了这么个事儿。这事儿是1999年干的。成立的公司呢，最早我忘了叫什么了，但是后边咱们讲的这个宏盛饮料啊、萧山顺发呀，实际上都是从最早成立的这批公司里头分拆出来的啊，或者就是演化出来的这些公司。那么成立这么一公司以后呢，这个肯定达能就不乐意了嘛，说你看我花了钱啊，咱们是用的娃哈哈的品牌啊，然后你现在娃哈哈的品牌的钱没让我赚着啊，让这个其他公司赚着了，然后这个利润又不分给我，这事儿肯定不行啊。对吧？这个像我们以前跟人去签投资协议的时候，都会签这个叫竞业禁止，对吧？你跟我做了这个协议以后，你就不能再在其他地方干同样的事情，你要保证啊，我们一块儿合资干这个生意，然后你所有做这件生意的收益，我这能分得着才行啊，对吧？娃哈哈就干了这么一个幺蛾子的事儿。其实正常的这种公司，包括像很多 VIE 上市公司啊，它这个公司架构都很复杂，就是一个公司下头有好几百个公司是很正常的。然后为什么他们是可以合法运转的呢？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啊，就是第一层在开曼，然后呢，再往下一层呢是在比如说新加坡呀、香港这种就是实际的运营主体在这边，
然后再往后呢，是在国内做一些外商的独资企业。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的这个股份其实都是100%上去的。那么其他你说，哎，我是百度的股东，因为百度在开曼嘛，那你都是在开曼那个公司的股东，从开曼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国内都是100%控股啊，我们能保证所有的利润都汇集到最上面那股东那里去。即使是有一些公司跟这个最上面那开曼母公司没有任何的股权关系，也有啊，因为 VIE 嘛，比如说你拿一些国内的牌照的这些公司，对吧？它就没有股权关系，但是呢，它会签这种叫协议控制，就是我保证这个公司只用来拿牌照啊，它不产生任何的收益和利润。如果产生了收益和利润，我们会把所有的收益利润全部上交到母公司去，这样才能保证你最上层的股东可以享受到所有收益嘛。但是娃哈哈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在这个过程中，等于有一堆的公司跟娃哈哈集团没有任何的股权关系，然后也没有任何协议控制，然后也没有任何说你挣了钱以后咱们怎么分这事都没有，对吧？他就自己做了这么一公司，然后呢自己挣钱。所以现在的娃哈哈呢，是品牌归娃哈哈集团啊，这个是一个可能40%多都是国资的一个企业。然后呢，所有娃哈哈的生产、制造、销售、运输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鸿盛饮料这儿啊。那么至于说鸿盛饮料到底给了这个上面娃哈哈集团给了多少钱，说不清楚啊，也没有人去审计它。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非常非常的不正规啊。这个过程在互联网里经常遇到什么呀？叫自己盗版自己啊，说我现在是一个小说网站或者是一个游戏网站啊，那么我这儿的游戏呢，不太挣钱啊，那么我怎么办？啊，我在外面再做一个网站，盗版我自己的小说，盗版我自己的游戏。那你说这玩意儿不是背着抱着一边沉吗？你盗版了半天，何必费这个劲呢？啊，差在哪儿呢？就是你盗版了小说和游戏以后，你不需要跟原来的作者分钱了，对吧？你说这个人是写了一本小说的啊，如果我放在原始的这个网站上去，那你需要跟他分钱啊。那你说我自己盗版了啊，另外一个公司盗版了，那么这个钱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公司自己手里了啊，跟作者就没关系了。就跟这个出版社，你说我每次给你印书，然后多印个几百本啊，多印个几千册，或者增加印数了以后不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国资自己其实没说什么啊，就是也就是说，反正你们就挣着钱呗，挣着钱该分给我我就拿着啊，没分给我这事儿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估计呢，掌管国资的这些人呢，自己肯定也都赚到了啊，但是在整个从账面上来说，这事肯定有问题。然后达能当时跟娃哈哈就四处打官司嘛，说你这个坑人啊，你违反了这个商业协议，你明明把这个商标授权给我的这个合资公司了，而且是咱们两家的合资公司，结果呢你又自己又搞了一摊啊，违反了所有的这些协议，然后宗庆后呢就出来说啊，他们骗我了啊，他们签的这个协议是不公平协议啊，是我被人坑了啊，所以这个事儿我就一定要反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反正人家就用民族大义吧，折腾了几年以后啊，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娃哈哈把这个达能集团手里边股份买回来了，啊，就是说咱们别合作了啊，好说好散啊，你当时付的钱，我现在再付给你啊，这个你也没亏也没赚啊，我印象里大概是3亿欧元，重新把股份赎回，然后呢，现在等于娃哈哈的所有的品牌都在娃哈哈集团手里，达能就不跟他玩了，啊，这就是他们当时做的一个事情，啊，做完了以后呢。这个娃哈哈等于就彻底的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啊，就是娃哈哈是没法上市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架构，它是没法去上市，因为你有大量的钱在体外循环，而且这个钱跟你这个娃哈哈集团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宗庆后呢也做了4不原则啊，叫不负债、不发行债券、不贷款、不上市啊，做了这么个原则。但是现在呢，这个娃哈哈也一直在传说，我们还是想上的啊，这个因为你上市一次还是可以造富嘛。啊，这个过程也还是在慢慢的发生转化吧。毕竟宗庆后已经走了啊，现在是宗馥莉在负责。那你说有这么多问题，原来咋不爆发？怎么今儿爆发了呢？达能的官司啊，靠着民族主义算抹稀泥，最后给抹过去了。收购了达能的股份，这事儿结束合作就完事儿了啊，以后不玩了。宗庆后在的时候呢，其实他下头有一大堆的封疆大吏啊，这些人呢各自搞定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啊，这个地方有人闹事儿了，有人不乐意了，你去搞定啊。那地方有人闹事儿了，你去搞定。他们玩的就是这种叫王权不下线的这种玩法啊，就是我只管搞上面这个大面上，
啊，你们下边自己的事儿自己搞啊，那么下边你自己有利益，你自己有那个回扣，你自己去拿去啊。他原来搞的这样方式。那么宗馥莉接班了以后呢，这个封疆大吏就被削藩了啊，就是你们啊都不要去管这个事儿。现在呢，啊都是宗馥莉原来手下的一帮人在接所有的这些这个核心的管理层的事情啊，接完了以后，这些失势的封疆大吏自己还惦记着闹事儿呢啊，但是他们一般不会自己闹，他们会鼓动别人闹，对吧？封疆大吏发动群众啊，把这事儿给闹起来了。自古造反的其实都不是农民啊，自古造反的其实都是地主，就是农民是很少很少有造反的，就是真正最后造反上来的农民，实际上只有朱元璋一个啊，其他人都是地主，或者是这个以前的叫士大夫阶层吧。那你说像娃哈哈这事儿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啊，会有哪些结果？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持股平台这种事儿呢，其实是符合全过程民主的这种运作机制的啊，翻不出花来啊。原来说我买你股票，甭管是按什么钱买的，哪怕是零对价买的，反正我们也可以做出一整套的规则来说，哎，你看大家投了票了啊，大家怎么说了这个同意了，或者多少多少这个以上同意了啊，我们来做一个流程，做一个备忘，这个事儿就能过去，对吧？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翻花的啊，因为这个事儿要翻花的话，那这个我们很多的根基就有问题了啊。这个娃哈哈自己在外边做的一大堆关联交易这件事儿呢，其实是牺牲了政府利益，也牺牲了很多其他股东的利益。那么这种事儿呢，叫可大可小啊，肯定有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呢，这事儿未必违法。不要看着我前面讲的很热闹，这事儿就一定违法，不一定啊。为啥呢？因为前面早期签的这种协议啊，相对来说都比较松散，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规定这件事儿。啊，他没有规定说，我这个政府拥有娃哈哈的这个品牌以后，啊，你这个使用这个品牌必须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授权，或者才能去使用，或者我必须要有多少利益回来，啊，或者可以怎么用啊，或者说哪个地方用了以后没给钱会怎么样，可能压根都没说，所以这事儿未必违法啊。但是呢，官字两张口嘛，这个还是要看到时候的斗争的需要啊。如果斗争需要把你干掉，啊，那么他们就会被牺牲掉啊。如果不需要的话，这个就是很好的民族企业家了。那么现在这个事情的组织者啊，就是组织闹事儿这个人呢，肯定自己没有站在前排啊，一定是他发动的。但是这些组织者屁股底下呢，肯定都不干净啊，就是因为原来这个宗庆后让下边那帮封疆大吏去管事情的时候，肯定一帮人底下都是拿了钱了。啊，那么中国自古以来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是什么？叫擒贼先擒王，啊，这个也是一个惯用手段。如果能够快速的定位到组织者，然后找到把柄，把他们扔进去，然后再把一些核心闹事的，甭管扔进去还是安抚下去，啊，这个事儿呢就可以算抹过去了。这个事儿有可能会被抹过去。啊，国内其实靠这种员工持股平台运作的公司是蛮多的啊，当然有些公司是先去跑起来，然后融资了以后再去发员工股，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有像娃哈哈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一个集体企业，然后呢，我们拿了国资以后，或者把国资的一部分变成了这个入股以后，然后呢把员工也变成一个大股东的这种也有，就特别一些老牌企业这种情况是蛮多的。这个里头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娃哈哈，另外一个是华为。啊，然后可能还有一些稍微小一点的这种老牌企业也都是这么干的。这个福耀玻璃呢，其实也是这么来的啊，但是呢，福耀玻璃已经上市了，账目呢应该还是清晰的，因为你只要上市的话，你必须符合上市规则嘛。但是福耀玻璃是在 A 股上市的啊，这个账目到底是不是清晰，就当它清晰吧。员工持股平台呢，其实并不是娃哈哈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也不是说这个包括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员工持股平台，只要是企业蒸蒸日上，只要是企业蒸蒸日上，只要是愿意给大家分钱，比如华为也是这样，大家可以按照股份去分钱的，对吧？各种问题都可以掩盖掉，没有毛病。只要分红权保障，员工对于决策权通常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对吧？而且都是觉得这个任正非你就是神啊，宗庆后你就是神啊，这个大家都像神一样，像爸爸一样崇拜他们。对吧？但是，一旦是从蒸蒸日上变成稳中向好了，
又动了员工的分红权了，那就要出事儿。你比如说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每年有这么高的利润，跟他合作的人其实都是亏钱，包括赛力斯这种亏的跟什么似的。然后所有跟他一块造车的人，其实除了问界之外，其他所有车基本上都趴街了。那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每年那个利润高高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员工，包括这么多的离退休员工，都是在等着华为股票分红的。一旦哪天说，哎，这个股票不分了啊，或者说跟这个娃哈哈玩这个事儿似的，我给你把股票回购了，然后以后不分了啊，那肯定就要闹出很多的幺蛾子出来。那么这些公司里头最麻烦的其实是这种关联交易啊，就是像这个娃哈哈搞的这套事情，就是现在他们讲叫娃哈哈有两个娃哈哈，一个是国资持股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由宗馥莉持股的这个公司啊，这个所有挣钱、所有运作的都是在宗馥莉这头，国资持股那头呢，反正啊就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往前走就完事儿了。这块呢，其实才是比较麻烦的。啊，就像去年啊，这个司马南去逮这个柳传志一样，就这个里头有很多事儿呢，你干其实没毛病，然后你说我把他在律师的帮助下把这个手续走全也没问题，但是很多事儿呢，你是不能放在桌面上来说的，对吧？比如说当年柳传志说，哎，这个中科院那块地啊，你是怎么变成你自己的了，然后或者变成联想的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做的价格对不对？当时这个价格对不对？现在对不对？对吧？这个好多这个话是没法讲的。这一块呢，可能会给很多这样的企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它真正的麻烦叫利益非公允的分配啊，这个而且这些东西是经不起审计的，包括像华为现在也没法去上市，你上市的话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审计掉。虽然华为每年会去公布财报，但是呢，他这种财报就是他自己看看完了以后自己改，改完了以后拿出来说，到底有多少真的多少假的，反正大家自己开心就好了，对吧？没有那么关键。很多这种老企业的共性呢就是这样，就是国资持股，然后员工呢建一个持股平台，外部呢也有一些投资，再有一些呢就是这种经销商持股啊，经销商股东其实是挺麻烦的。谁是一大堆经销商股东？就是格力啊，专门有一个大股东就是他的经销商，所以他现在拿这些经销商也没有办法啊，想去转电商，想去转这个啊这种新的零售什么的，这些经销商说我不同意啊，这个事儿你就没招。这个在时间比较宽裕的时候，前景也比较光明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啊一团烂账的这些企业，其实是可以坐下来慢慢改的。你像联想也改了，把自己改上市了；福耀也把自己改上市了，对吧？它其实是可以有机会去改的。啊，你在改的过程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先把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关系理顺，然后呢，再去说我们跟这个比如说各个公司之间啊，要么去签这个股东协议，是进行入股、进行并购啊，或者是说我们干脆去签一些这种协议控制啊，或者是就是公允的利润分配协议，把这些协议都签死了以后，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经得起审计，可以上市的啊，这事儿是可以干的。但是呢，就是要有时间啊，还要有光明的前景啊。如果说没有时间了啊，很着急的时候，然后呢又开始这个大家对未来没什么信心的时候，就会爆雷啊。娃哈哈的未来会什么样呢？第一个，这个瓜呢，肯定还有得吃啊，未来还且吃瓜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最终呢，其实还是要看关系。以及看未来的一个时势，比如说政府希望娃哈哈一直活下去，那么这些员工就会被镇压，对吧？如果又出来说万恶的资本啊，出来像司马南这种人，你像司马南当年去骂柳传志的时候，骂了1年还是2年，柳传志没法还嘴，对吧？司马南天天在那说啊，你这个各种事儿，甭管是真的是假的，啊，他在这说来说去的，任何说司马南的人都被删帖了。现在呢，司马南不见了，柳传志又变成民族企业家了。对吧？在这个里头啊，其实跟对错没有那么大关系啊。这个做的比娃哈哈过分的其实多了去了啊。娃哈哈能做到这么大，肯定还是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也算是一个啊叫做过往历史留下来的一些余响吧，就是这种很混乱的公司治理架构。我记得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当时中关村还是有很多公司呢。
对吧？当时讲说，困扰中关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治理的结构、运作的方式以及这个他们的所有制是不匹配的。像联想啊、中科院的很多的公司啊，上面的大股东是国家，对吧？但是呢，你这些真正运营这些公司的人呢，又不服气啊。后来大家把这个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这么挂着，对吧？这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我引入一些外部的资金，然后赎买也好，或者说给这个国资进入到一些代表，说你现在有一个代表挂着就完了，到时候只管分红，其他啥也甭管了，对吧？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稀释国资啊，然后让这些企业才能发展起来。娃哈哈呢，可能也该去走到这一步了啊。这个娃哈哈后边的瓜应该还可以继续吃下去。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啊，这个娃哈哈宗馥莉被员工起诉的故事。好，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评论。好像今天评论不多嘛，300多人。我看看，这块好像刚才都念过了。我是富人的话，普通的家务我不会请真人，肯定没有机器人做得好。只有一件事情必须真人来才舒服的。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富人一定会用真人的，对吧？你像现在，谁是富人啊？比如说泰王啊，泰国王室大概是现在所有王室里边最富有的一个。你看他不但要用人来伺候他，对吧？这个人见了他们还得跪着，啊，这个才是真正富人的享受呢。就是机器人呢，只能给你把问题解决掉，而人的话是会给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尊严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情绪价值。就算移民入外籍，户籍也消掉了，中国退休金还是能领的，但是工资卡的银行刁不刁难就不好说了。是的，中国的银行有的时候还是挺烦的。挖矿啊，是。请问你除了 DCS，还有什么离岸账户吗？你问这干嘛呀？那个普华永道被巨额罚款了，今天讲不讲啊？这没啥好讲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这种事儿。就是普华永道到了中国呢，肯定也做了很多同流合污的事情，然后呢，做的比他过分的人呢多去了。但是为什么就拎他出来罚呢？这事儿也很简单，对吧？咱们每次315出来的报的都是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什么星巴克的食物有问题，对吧？但是你每天去饭馆吃饭，刚才咱们讲的这几个是不是都是食品卫生的天花板了？这就是中国比较魔幻的地方，每次罚都是罚最好的那个，因为他就不希望整体变好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把最好的那个罚掉了，然后看看你们剩下人还是不是打算往好了变啊？他中国的这个很多处罚的就这样。来一个小扳手，我们只给这个会员发小扳手。会员怎么充啊？这个你去点上面有这个链接，就是参加会员1个月$10。移民可以销户啊，把交了的社保拿回来大部分，就是很麻烦，周期很长啊。这个我还真没处理过，不知道怎么玩啊。就是老范讲故事的付费会员，是的。遥遥领先的3折，哎，这个3折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讲的，到现在我连看都懒得看。这些一堆烂账又没法清理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公司混合的。是的，就是它的账本身很混乱。苹果16值得买吗？想去香港肉身搞一部。你现在用的是什么？你如果现在用的是15 Pro Max 就别费劲了。
啊，你如果现在没有用到15 Pro 以上的版本的话，可以去整一个啊。你好啊，对于在日本的小白来说，现在入场 IT 的好时候嘛？可以入啊，为什么不能入？IT 随时都可以入场。今年大选对 AI 发展有影响吗？肯定有影响了。如果是川大爷上来的话，嗯，有可能会变得很有趣啊。民族良性现在已经是个很妙的词了啊，都不知道是褒是贬。这个反正公道自在人心吧。退休延迟确定了，男的到63，女的是55到58岁。是的，我们已经看过了，今天也都算了自己的岁数。其实我前面做过一期视频啊，就是前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一期视频，也算了，说我大概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对吧？这个包括退休金到底怎么算啊，当时都已经做过了，有兴趣可以去翻一翻。AI 开发你觉得有哪些好方向？现在有 O1了，小学生、中学生是不是可以退学创业了？这个小学、中学，我觉得还是好好上吧。但是小学、中学的课程呢，应该改一改啊，按原来那个教学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普华永道被罚，主要还是他不是自己人吧？其实都是自己人啊，哪有不是自己人的？其实普华永道在国内，它的这个机构最大的股东应该是中国财政部。就是其实4大在中国的分支机构都是财政部下面的这个，占股的啊，这块儿都是自己人，包括咱们去罚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那也都是中资的企业啊，就是大股东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我们只是每一次挑一个最好的来罚而已。这个今天从 VS Code 改到 Coser 了啊，先白嫖2周，好用就续订啊，这个是好同志。Coser 确实挺好用的。包凡怎么样了？没怎么样，到现在据说是他老婆开始掌权了，包凡依然是渺无音讯啊。啊，我们有新会员来加小扳手。请问老范的字幕和影片的时间戳是怎么生成的？啊，字幕用的是叫做剪映啊，剪映的 AI 字幕。时间戳的话是 Gemini 1.5 Pro。就我是自己写了一个很复杂的这种 AI agent 的工作流啊，然后你只要把字幕扔进去，剩下所有东西都是自动生成。我应该在会员频道里介绍过这个生成的过程啊，我印象里是在会员频道里头。GPT-4，我觉得比4O 好像写文书好用一些，这个其实看个人的喜好。欢迎成为新会员。其实现在不仅民企、央企和国企的审计也在不断进行啊，动不动就连续来好几轮，而且国资委也在要求国央企大力整治采购招投标啊，至少不敢明目张胆指定供应商了。我知道的就有很多原有意愿指定的经销商丢标的案例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先看看最近啊，这个大概是今年的8个月里头，国企高管离职啊，就什么行长、副行长啊，或者是什么董事啊、监事啊，大概离职了有1000多个，啊，大概每天有几十个这些人在离职，或者说在退休、在跑路。但是呢，咱们是倒查多少年啊，就是跑路了以后，有很多的银行行长跑路了，可能10年了以上了，依然被拎回来坐牢啊，这个事情还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呢，肯定在大力的抓，但是真的意义不是那么大啊。这个抓完了以后，你还是要让它稳定一段时间啊。如果一直是这么抓，一直这么折腾的话，可能不会把这个经济整起来。谷歌的发布会挺惊艳的啊，算是把 AI 和搜索整合到一个很好的尝试了。哎，
谷歌有开发布会吗？今天最近没感觉啊，等我去研究研究。这个私人企业烂账也多，但是基本都是钱的问题啊，没法儿理清的烂账公司，除了钱，还有一堆破关系。哎，这个其实还好。你像我们以前在盛大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嘛，而且是美国上市公司，其实账就相对来说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后来呢，把这个公司卖给国企的时候，哇，那个审计那叫严啊，那根本就没法整。哎，国企其实真的是叫这个叫庙小妖风大哈，就是他们各种审计各种这种事儿，其实要比其他地方要严啊。但是呢，你在审计的过程中呢，又要听话啊，就是说这个我说你有事儿，你就必须有事儿啊；我说你没事儿，你就必须没事儿。它是这样的一种审计方式，所以这个很多的私企被国企投资或者并购了以后，会非常麻烦，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运作的方式。富人的快乐我们想象不到，是的，我们都是一帮穷人。5年以后再出个新规定，男的65岁退休，女的60岁，也不是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其实是正常的。你像日本啊，还有很多的欧洲国家都是每过几年就延迟一下，每过几年就延迟一下。他就是第一个人的身体还算结实，对吧？当然我不知道我到60岁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啊。我希望我到60岁的时候还坐在这儿跟大家侃山呢。比如过了10年了，啊，接着坐在这儿聊，然后也希望你们都还在啊。这个都还在这听我聊聊吧，就是你们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比我年轻一些的啊。这个怎么说呢？第一个是身体变好了，第二个呢就是社保公积金账号里的钱确实变少了啊，这个不够发的，这个是很正常的。男女不平等，凭什么女的早退休？明明女的寿命还长，这个反正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你怎么办呢？早点赞啊，欢迎。真正高级的家庭助理其实非常智能啊，这个机器人目前比不了。这个你像国外还有好多这种家政大学，人家也是本科。哎，我还真不知道家政大学有没有研究生和博士啊。就是你真的那些海外的这些大小姐们啊，你以后准备去这种叫做大家族里去做掌门太太的这些人，他们也专门有课程要学习的，不是说一个人，对吧？学个这个什么计算机，学个法律，你就可以跑到人家那个大家族里头去给人掌权去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对吧？人家有专门的家政学习呢，然后这个各种的这种大家族的什么财产管理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也需要学的啊。那么这种管家呀，或者什么这个，那也是很高薪的职业，对吧？我们的制度是高度参考美国的63岁退休想多了，肯定按照美国最高年限去设置。哎，美国现在多少年啊？真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把女性改的跟男性一样，国际男女没有差别5年退休的吧？这个，哎，这个事儿反正你要真跟他说这个给他改一样的，那女的可能还不乐意呢。对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还有这帮女权主义者跑去，也是做一个什么活动，人家就问他说：“你愿意去当兵吗？”然后绝大部分人说：“我不愿意。”他说：“男的都去当兵了，你们一切都平等，你为啥不愿意去？”然后再讲说：“我们不一样。”他说：“你不说一样吗？说男女平等啊，你都一样啊，男的可以去当兵，你就可以去啊，对吧？”这个就很多就双标就挂那儿了。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啊，现在叫金拱门开封菜也行吧？自行车你练得怎么样了？哎呀，这个车座子还不是很舒服啊，我准备过2天送回店里去，稍微再收拾收拾。也可以这么想啊，早退休早享受退休金，而且活得还久，挺赚的啊，是肯定的。老范做 VC 期间有吗？跟国家队资本打过交道啊？能在会员频道里讲讲吗？其实也有，但是不多啊。这个跟他们打的交道里头没有什么特别形成规模的这种故事啊。这个，真的不是特别系统化的这种事情。现在想想，阿里被审了3年啊，削骨剔削肉剔骨了，是这样的。你想，阿里被审了3年，滴滴也是被审了多长时间，对吧？滴滴从那个美国退市回来就一直在被审。招标
还是该围标围标啊，该指定的指定。哎，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它肯定会增加你的围标和指定的成本，对吧？你不可能说今天说，哎，我也不允许围标，不允许指定了，任何围标指定的我直接把你干掉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这个而且很多的时候，你围标指定其实也是指定的最好的那家儿，对吧？或者最了解你那一家儿，你真找一个外边儿那种野路子来的，还未必能把这工程干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只要让大家都把这个事儿做规范了，能够放在阳光下，就没什么大毛病。新加坡银行系统多为印度人开发，呃，导致了高盗刷率啊？是吗？这倒没想明白，没听说过这故事，回头可以研究一下。对于国企央企的管理来说，目前这种收紧，感觉上更多的还是一种运动式的，而不是常态化的、制度化的，就跟运动式反腐是一个意思啊。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而且呢，中国的这种央国企的这种反腐啊，或者做的这个事儿呢，核心不是看你腐不腐败啊，核心还是看你是不是站错了队了。只要你的队站对了啊，就没什么毛病。就跟《西游记》里头，对吧？这个妖精的这个上面如果有这个佛爷保着，或者有菩萨保着的，最后都没被打死，都领回去了。这个现在规定2039年之后还会变，未必会等到那时候啊。在博客上挂了邮箱后，最近一直被发垃圾邮件，考虑再注册个邮箱。请问老范怎么管理自己的邮箱账号呢？首先我们都是用 Gmail 啊，Gmail 对垃圾邮件的管理已经会很好了，它大部分垃圾邮件可以直接过滤掉。然后另外呢，肯定也是有一堆的邮箱啊，这个但是我的主要邮箱都在 Gmail 上。呃，该围标的肯定会做啊，但是现在至少不敢指定了，该走的程序必须要走啊，这个是肯定的。你以为老外就不指定吗？对吧？这个一样会的啊。老范60岁，小范也毕业工作了，可以润了。哎呀，这个等吧，怎么办呢？富家太太专业在哥大，那是在中国啊。这个，哎，我记得香港好像就有这种家政学院，我们几个月前就有指定的啊，这个指定太正常了。把女性早退休那5年挪到30岁左右，让他们花5年时间生孩子带孩子，然后同样60岁退休。关键是你生完孩子回来，是不是还能找着工作呀？铁屁股需要练才行。哎呀，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调整。按照国资委今年的要求，你可以指定，但是必须要遵守严格的条件，至少要面儿上做足。是的，就是它，反正你增加成本呗。流程上还是得弄好啊，这个流程就是程序正义还是很重要的。推荐你往后看黑神话的剧情，黑神话里的妖怪被收走以后，把主子神仙给干了。那个反正也算是一种戏说呗。看似招投标正规了，实际无非是提高了操作门槛。以前找个科级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无非是提高到厅局级啊。但是这种级别是大多数老百姓出生的人啊接触不到的层面而已，并不是正规了。哎，这个事儿呢，你要这么看。我记得原来咱们录过一期视频，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我忘了是哪儿的校长啊，就是在那哭，哭什么呢？说这个招投标不正规，然后这个他们县教育局招标了一个这种提供午餐的公司，给学生来送饭啊，然后这个饭菜特别差，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保护学生，没有办法去抵制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属于天下没好人的事儿。什么意思？首先，教育局招标的这个提供午饭的公司，对吧？是先招标后成立的公司，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资质。然后一帮人肯定也是疏通了关系来干了。提供的饭菜呢，肯定也是极烂的。然后至于说在这哭的这位校长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好啊，他自己直接把这个他们学校的食堂
包给了他的一个朋友，直接包了好几十年，对吧？几十年的直接卖掉了，而寅吃卯粮全卖干净了。现在等于是人家那个不让他干了啊，人家这个承包了他们家这个几十年食堂的这公司找他索赔来了，他所以坐在那儿哭，对吧？越往下这种招投标就越不正规，就是我们可能在北上广深啊，或者在一些大的企业里头看到的很多招投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被罚的不是都没在央视做广告的吗？这个，不能这么讲啊，有很多在央视做了广告的也被罚。麦当劳、肯德基在央视照样做广告。欧美用了几十年时间才为妇女争取到了家务也算劳动的规定，延伸出来的就是妇女节、育儿假等福利，我们不知道要多少年啊！这个，哎，这个事情我觉得咱们还是先把现在的事情过好吧。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啦。那么好啊，我们讲一下周末安排。周末的话，我应该会把上个礼拜落的那期，如何通过 AI Agent 发邮件给做出来，放在会员频道里。然后呢，礼拜天应该会有一次直播啊，礼拜天中午12点，跟澳大利亚的 Alex 唐一块儿直播一下，讲一下这个医疗制度改革吧，以及外商独资医院进来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他是悉尼卫生厅的一个公务员啊，所以他更了解这一块相关的信息了。那么可能这就是我们周末的一个安排，然后周一的话再看，如果没有什么内容可讲，咱们就休息一下，我也过个节啊，大概就是如此。好，那么我看看还有什么啊？对，还有一条评论，实际上很多哭的人啊，实际上是以前的既得利益者，现在没有了而已。是的，好，那我们早点休息，大家周末愉快啊！不对，明天还要上班，明天好好上班，上完班以后再说。这个后边中秋节愉快啊！大家明天上班休息都愉快啊！再祝大家中秋节愉快，是的，然后再见。